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想重点跟大家解读一下拜登的竞选纲领。因为一直以来呢，我呢是非常支持川普总统，支持川普总统他的施政纲领和支持川普总统他在他的下一任所制定的打击中共的战略，以及川普总统他全盘的施政纲领，我非常欣赏川普总统他本人和他的鹰派团队所制定的未来的下一个任期的所有的治国理政的计划。但是呢，有很多呢民主党的支持者，包括我的听众里面也有不少呢是拜登的支持者，他们也希望能了解一下拜登他究竟是什么治国理念。拜登作为民主党推选出来的一个总统竞选人，他总有他自己的施政纲领，按我们讲总要有个两把刷子吧。那么也就是拜登要跟川普总统竞争，而且呢按照左派媒体呢现在所公布的所有民调呢，都说是拜登呢大幅的领先于川普。那么拜登究竟凭什么去领先于川普？拜登究竟他要准备，他如果接任美国总统以后，他将给美国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他的一个执政计划呢？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呢讨论的一个重点。因为拜登呢在他自己的官网上面公布了他自己如果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将会在美国执行的一个25条的一个施政纲领。那么两党大会呢，大家都看到了，两党大会都结束了，民主党先开，共和党后开。这两个大会呢，他们一开完，就意味着美国总统选举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两党各自的代表大会结束之后，2020年的总统大选就算是正式打响了。两党的竞选团队都在为11月3号做准备，而无论谁当选总统，无论他竞选时的策略是什么，都必须要面对当下考验美国的两个重点议题。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6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8万。拜登批评特朗普反应不及时，并且急于重启经济，而特朗普政府当然可以用自己众多的决策为例，证明应对得当。而当初拜登还曾经反对实行旅行禁令，对白宫来说有一点确定无疑：疫情的源头来自中国，当初隐瞒真相的中国政府才是病毒扩散至全世界的真正责任人。那么这个月底呢，就要开始两个总统竞选人呢，他们就要举行第一次的辩论。这个辩论呢，一共要执行5次。那么5次辩论的时间和主持人都已经确定了。很遗憾，这5次的这个确定的主持人全部是反川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反对川普的。那么美国就是这么不公平，这个没办法，因为所有的左派媒体都是支持拜登、支持民主党的嘛。所以说现在确定的5个主持人，5场辩论的主持人全部是反对川普的主持人。那么下面就看川普和拜登怎么辩论了。那么川普总统和拜登他们毫无疑问在这个总统大选的辩论中，会就自己各自的政策主张展开他们自己激烈的交锋。那么民主党现在呢，他突出的强调就是整个新冠疫情的应对啊，是川普总统应对措施非常不利，所以才导致了美国现在死亡的人数呢已经到了18、9万。他认为这个所有的责任呢，他们都认为是川普总统呢，他呢应对措施不利，才导致了美国有如此的伤亡惨重，包括美国现在遭受的大面积的失业，美国的经济大举的下滑，这都是川普领导不力，这是民主党重点的攻击川普，也重点指责川普他自己没有治国能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川普总统他就强调，所有新冠疫情的应对呢，虽然呢不是那么准确，因为川普总统一开始没有把这个问题呢想象的有如此那么严重，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美国最终会成为全球受伤害最大的国家嘛，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嘛。一开始呢，可能呢这个重视的程度不够，但是这个新冠疫情给美国造成的影响的来源，毫无疑问来讲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他们恶意扩散，他们隐瞒疫情，然后他们恶意扩散以后，最终导致了美国受到的灾难，也就是中共隐瞒的结果。这毫无疑问来讲，新冠疫情的起源是来自于中国武汉嘛，所以呢，这是共和党呢，他们呢对整个新冠疫情呢他们的表态。那么拜登他在他民主党的党代会也好，在他自己的施政纲领推出的，如果担任总统以后，他的25项施政纲领以后，最突出的一环什么？最突出就是反对川普嘛，因为民主党的口号就是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打败川普。那么打败川普，民主党做什么呢？说句真话，拜登他讲他做什么，过去没看到他讲做什么，但是他现在把25条纲领列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他做什么了。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逐一对照拜登的他这个25条施政纲领，向大家介绍一下拜登他自己提出了什么治国理政的方案。
因为拜登这个人呢，很长一段时间都说他是迷糊桥，这是川普给他起的外号，说他没睡醒。因为拜登他经常呢是词不达意，有点老年痴呆症。你看，他就在昨天，他仍然在一个集会上面说，灯泡呢不是爱迪生发明的，灯泡是黑人发明的。我不知道拜登他凭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你干脆就说是习近平发明不好吗？习近平当年的梁家河发明了电灯，不就行了吗？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了连灯泡都变成是黑人发明的了。他讨好黑人已经到了什么不顾吃相难看的地步。对待新冠疫情，他一直讲应付新冠疫情，只要大家把口罩戴上。而且他对新冠疫情呢表述呢是完全不清楚。他在有一次发言中说是新冠疫情已经100多年了，都是生命啊！你们好好想一想。COVID has taken this year, just since the outbreak, has taken more than 100 years. Look, here's the lives.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所以说，对拜登这种词不达意呢，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演讲才能不行，或者是临场应变的能力很差。那么，是不是他写出来的纲领，他成文的这些施政纲领是非常能经得起推敲呢？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上民主党的官网，上拜登的官网去看，他这个整个施政纲领有100多页，洋洋洒洒，但是呢，99%都是废话和套话。他重点提出了25条施政纲领，我现在呢就逐一的把这25条纲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他这25条纲领都是些什么纲领。我可以讲，我看了他的这些纲领，我是大惊失色。因为如果美国现在交给习近平来领导，交给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可能共产党摧毁美国也没像拜登可以下那么狠的狠手。那么我们现在就简单来介绍，首先是治安，拜登一共是在治安、移民、合法移民、能源、气候和教育，他一共提出了25条施政纲领。我们根据他提出的这个纲领的先后，先呢给大家逐一介绍。首先是治安，治安他提出的第一条就是释放罪犯，也就是那种判5年左右刑罚的，就是按照美国法律原来要判5年的，这个呢最多判个2个月，也就不需要把这个罪犯呢要抓那么多。更何况监狱经费有限，我们削减监狱的经费，也就是呢不要抓什么罪犯，在监狱里面的罪犯还可以放出来。这个呢是加州已经有现成的例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拜登的这个副手贺锦丽，他在加州担任总检察长时候，就推出了加州一个臭名昭著的法案，也就是在加州你偷盗在$950以下是不起诉的。这2天他们又通过了另外2个法案，一个法案就是未来要给黑人赔偿，也就是历史上美国欠黑人的太多。那么加州呢，因为税收比较大嘛，大家都知道硅谷在加州嘛，好莱坞在加州嘛，加州有足够的税收，所以加州准备把纳税人交的钱拿出来呢赔偿黑人，说是历史上美国对不起黑人，这是他们加州马上要推行的法案。而且加州现在正在策划一个新的法案，真的让你啼笑皆非啊！说是强奸只要在10岁年龄之内，也就是说这个强奸犯和被强奸那个女性跟她的年龄只要在10岁之内，他这个就可以不起诉。并且加州在整个这次疫情期间释放了很多重型暴力的犯罪罪犯，这都是拜登的主张。那么拜登的主张在加州已经得到了实践，所以说拜登的第一条就是要大规模的释放罪犯，尽量的少关押罪犯，这是拜登提出的第一条。你看看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啊，一个想当总统的人，他提出的施政纲领第一条就是尽量不抓人，或者已经有罪犯就把他们放掉，也就他是纵容犯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拜登就提出废除死刑。那么这个问题，我想我就不展开多讨论，因为大家都知道废除死刑是什么意思。第3条，拜登提出的是非常奇葩的，说取消保释金。那么取消保释金就意味着所有的犯罪人如果没有保释金的话，那么法庭把他保释出去以后，也就是这个人没有任何抵押物的话，这个人出去就接着犯罪哇，反正也不要保释金，抓起来就可以保释哇。因此来讲，取消保释金，这还是纵容犯罪的一条。那么第4条，拜登就提出要给罪犯免费提供他的住房，也就是罪犯可以提供住房。那么正常的人还不一定，那些纳税的人，国家还不一定给他们提供住房。为美国做出贡献的人不一定有免费住房，但是罪犯反而要有免费住房。第5条就是削减警察的经费，也就是民主党他一直要求要取消警察局，要大幅度的削减警察的经费，要大幅度的减少警察。他们减少警察的目的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们警察少了，我们也就少发经费，我们这个经费就可以在社区里面进行普法教育，然后呢，尽量的这些人受了教育后，他们就不犯罪了。这是他们的理想。我不知道他们教育之下，这些非法移民他们怎么会就不犯罪了？没有警察来管，他们能不犯罪吗？这是在治安方面拜登提出的5项。那么对于移民方面呢，拜登提出的这个方案呢，第1条就是说偷渡边境呢不抓，也就是有人
偷渡到美国过来，首先不抓；第二个是境内已经偷渡进来的这种非法移民呢，坚决不遣返。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川普建好的这个墙，在美墨边境这个墙，拜登上台以后第一件事就把它拆掉。我想这几个问题呢，我都不需要去做解释，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第四个呢，就是非法移民呢，一律给他们发公卡，也就是让他们在美国有合法工作的权利。同时对这些人呢，如果犯罪的话呢，为他们免律师费，他们的孩子上学免学费，然后他们自己本人上社区大学也免费。当然了，这些钱都是纳税人掏了。那么第五条就是非法移民呢，他们可以立即申请福利，也就是你这个人你到了美国，你马上申请福利，美国政府就把你养起来。第六个，他是要大力推行在美国要建立多地的庇护城市，也就是那些非法移民都让你们提供你们政治庇护，你们全部住在这个庇护城市里面，这是他讲的第六条。第七条就是要取消川普曾经跟中美洲、南美洲几个国家，像洪都拉斯啊、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啊，跟这些国家的协议，也就是不允许这些国家他们随随便便可以把那些非法移民开着大篷车就可以进入美国了。现在呢，拜登要把这条协议取消。这样也就意味着这些中南美洲的国家的人开着大篷车，他们可以浩浩荡荡吹着喇叭就进入美国了，到美国来做非法移民嘛，反正非法移民提供住房嘛，来了就可以申请福利嘛，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美国来呢？这是拜登他要取消川普的这个协议。第八条呢，就是对于那些非法移民呢，即使是抓住，一抓就放，抓住以后不像过去要遣返，现在不遣返嘛，抓住就放。那么也就是说，非法移民他们就不怕了，他来以后反正不怕你抓，抓了反正就放嘛。第九条，也就是作为拜登如果担任总统以后，他会定期不定期的去大赦各种非法移民，就是总统一旦宣布大赦以后，这些人就获得了合法身份了嘛。这是拜登他推行的这个在非法移民上面他准备给出的9大策略。你看看这个9个政策对于哪个国家敢接受？但是拜登就可以拿到纳税人的钱，对非法移民他就用这种方法去刺激人家来非法进入美国。那么把美国政府要搞成什么样呢？可以讲美国现在你看它的比例，美国的这个白人比例啊，在20年前啊，美国的白人比例占到80%几，现在美国的白人比例呢只占60%几了。按照拜登这种搞法，很快白人的比例就会低于50%。别说是有那么多非法移民进来，就是现在在美国境内的这些非法移民，只要放开肚皮生的话，再过15年到2035年，根据人口专家统计，一定是白人的比例会低于50%。这就是美国的社会已经被拜登这样的民主党，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改造，美国的颜色在逐步的转变。这是拜登对非法移民。那么对于合法入境的移民，拜登是什么政策呢？拜登有3条政策。第一个就是拜登他准备取消旅行禁令，取消川普曾经对你几个恐怖主义国家对他们的旅行禁令。这几个国家主要是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伊朗、也门。过去对这些国家，川普总统都有一个保护令，也就是这些国家的人不允许他们随便申请美国的旅游签证，这些人一个都不准进入美国，因为这些国家是生产恐怖分子的地方嘛。现在拜登要把它取消，这是指合法入境，也就是取消了人家就可以申请旅游签证啊，持旅游签证人家合法的进到美国，进到美国可以搞恐怖活动啊。这就是拜登他首先他要这么去做，把什么苏丹、叙利亚、伊朗、也门、阿富汗这些国家全部对他们取消他们的旅游禁令。第二个，拜登他就说他答应，他把难民的这个基数在现在的这个基数上可以最大放大到700%，也就是再增加700%的这些难民，拜登都不在乎，也就是他无所谓啊，他反正混不了几天就要死啊，他不在乎他死后的美国这个700%以上的难民最终会把美国毁成什么样，拜登不管的，拜登他准备增加700%的难民。这是指第二条，就是合法移境的难民，他安排的第二条。第三条，也就是所有的新移民，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进入美国的，来了以后就根本不跟你谈你有什么需要自我生活保障，不需要，你们来了就可以吃福利。这就是说，拿出大量的纳税人的钱，让这些非法入境的也好，合法入境的也好，只要你到美国来，你不管你是旅游签证还是非法跨入美国，都给你吃福利，然后用的钱用纳税人的钱跟富人征税就是了。这是拜登他对合法入境移民他给出的3条。那么关于能源和气候应对的方面呢，拜登也提出了他自己的4条。这4条也就是第一条，他要求要在10年内取消办公室和住宅的碳排放，要把这个碳排放把它降到0。怎么降他没有讲，也就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把办公室和住宅把这个碳排放降到0，他没有讲，他只是要求10年内要把它降到0。
15年内他要把电厂的这个碳排放降到零，30年内他要把全美的碳排放全部降到零。同时呢，他一旦接任总统，他马上就重新加入被川普已经退出的巴黎协定。这是呢，拜登呢他在气候变暖方面他提出的思想规划。至于怎么达到、怎么做到，他不跟你讲怎么做到，怎么做到无所谓。共产主义分子呢，往往就是给你画一个大饼，至于这个饼什么时候能吃到，这个饼来不来，从哪里来，没人跟你解释，只是告诉你讲有一块大饼。这也就是拜登继续给美国人民、给全世界人民在气候变暖、气候控制方面画出了大饼，告诉你10年碳排放为零，怎么做到？拜登没有告诉你，拜登也没有办法做到10年碳排放为零。那么最后是在教育方面，他列出了4条。教育方面，也就是首先，拜登他接任总统以后，就在全美入学取消所有的考试限制，也就不用考试，上大学、上中学，只要看你的皮肤、看你的肤色，凭你的有色人种就可以优先入学，不要考什么试，不要通过考试成绩作为一个考核标准，任何再好的名校，只要根据你的皮肤就可以录取你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高校，尤其是那些名校，他录取学生一定要保证黑人和华人和白人之间的这个明确的比例。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也就是每录取10个黑人才可以录取1个华人，录取1个亚裔，可以录取4个白人，也就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比例是4:1，华人和黑人之间的比例是10:1，10个黑人才可以轮到1个华人。这就是拜登他推行的这个有色人种入学教育的计划。他说，因为考试黑人永远也考不过你们嘛，既然考不过你们，就要照顾他们嘛。这就是拜登的理念，他根本不是按人的智力、按人的水平、按人的创造力、按人的能力来考核，而是按皮肤来考核。因为他们是黑人，他们学不好，他们没这个本事考过你们，所以说就要优先安排他们上大学，而且是要名校先安排他们10个以后，才轮到你一个亚裔。这就是拜登的政策啊。然后拜登呢，他还要逐步消除这个黑人和那些亚裔和那些白人之间的这个界限。怎么消除呢？就是给差的学区拨款。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学区房的，也就是美国因为有地税，所有人住的房子你每年都要交地税，而地税里面的绝大部分是投到当地的校区的。那也就意味着你买的房子越贵，你那个地方的校区投入的经费就会越多，而经费越多的这个校区一定是优质校区。现在呢，拜登要给你打破，拜登要把所有的白人学区、华人学区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区里面增加很多黑人，而且给这些学校拨款，然后呢去打破他们的平衡。很多中产呢让你们搬出郊区，这是呢拜登的这个政策。那么最后一条呢，拜登呢他就是希望减除中产的居住区，把中产呢平衡掉，把所有的中产区里面一定要跟黑人、跟那些非法移民呢跟他们混居。这是拜登的政策。你觉得拜登这个政策，美国哪一个中产阶层会拥护吗？你觉得拜登这个政策，美国哪一个中产会拥护吗？是啊，我也觉得这种政策怎么会美国有那么多中产还会支持拜登呢？这个呢，我十分是想不通。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主党有很多支持者啊，他真的都是美国社会里面的精英，包括你看硅谷的大部分的科技专家、那些科研人员、那些科技的顶尖的精英人才，包括美国 NBA 的球星，包括美国好莱坞的这些影星，还有很多大学教授啊、大学讲师啊、那些律师啊，这些人他们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我就不知道拜登他提出的这25项这个方案，那么美国的这些民主党的精英们，你们真的都会支持拜登吗？拜登在最近的一次演讲活动里面，他跟这个在场的观众说，如果你们选我，我就会给你们加税，不是给你们减税。Really good shape, right? Really changed your. Well, you did. Well, that's good. I'm glad to see you're doing well already, and I'm good. But guess what? If you elect m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your taxes are going to be raised, not cut. If you benefit from that. 我看到台底下的这些观众，他们这个表情是非常非常难看的。他们这个根本不相信啊！我们支持你、拥护你，你上台以后就给我们加税啊，让我们多出钱啊。那么是不是这些人都很情愿的愿意出钱呢？我不知道这些民主党的精英们是怎么想的。但是你看到拜登的这25条，他的这个执政纲领，他如果当选美国总统，他这么去干的话，我不知道这些支持民主党的这些美国白领、美国的中产，他们的个人利益受不受到伤害？他们除了要多掏钱，而且他们还要跟这些非法移民混居，他们真的愿意吗？
可能人家觉得民主党就是有这种奉献精神啊，什么奉献精神啊？民主党就跟共产党一样，讲的话是非常好听的。这个奉献是让老百姓奉献，让你们这些草民奉献啊，他们会奉献吗？他们讲的语言是最好听的语言，但是他们做的事都是不光彩的事啊。民主党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Nancy Pelosi， 我多次讲过，在反共上面我是坚决支持他的。但是在对待美国共和党选举、对待川普总统、黑川普以及支持民主党打砸抢、支持黑名贵的这种行为，我对Nancy Pelosi我是非常有看法的。而且这个人也是个严重表里不一的人。上个礼拜他就被抓了包，也就是说他是住在我们加州，加州是规定任何发廊都不准开业的。那么作为Nancy Pelosi，他首先要求，第一，加州的发廊不能开业；第二个，所有加州里面在公共场合任何一个人都要佩戴口罩。那么既然政府有这么要求，很多发廊都是关门，你像我的头发都没办法剪嘛，因为发廊不准开业。但是Nancy Pelosi他就到了一个发廊，在这个发廊里面既没有佩戴口罩，而且他也在发廊里面做了他的头发，然后被当地的视频拍下来。最终这个发廊的老板娘公布了这个视频，在网络上公布了这个视频。所以这个视频被公布以后，白宫新闻发言人麦克纳尼他就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狠狠地挖苦了一下Nancy Pelosi， 他当场滚动播出了 Nancy Pelosi 进入这家发廊里面所有他的现场镜头。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2 briefings ago, I asked, where is Nancy Pelosi? Today, I can announce we have found Nancy Pelosi. As you can see, we found Nancy Pelosi going into her hair salon. We will be playing the video on loop for all of you to see during the duration of this introduction. Nancy Pelosi was not in the halls of Congress when I asked where she was. She was not working in good faith to make a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Nope, Nancy Pelosi was found in San Francisco at a hair salon where she was indoors, even though salons in California are not only open for outdoor service. Apparently, the rules do not apply to Speaker Nancy Pelosi. She wants small businesses to stay shut down, but only reopen for her convenience. Do as I say, not as I do, says 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 is holding up $1.3 trillion in relief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hile getting special access to the very kind of small businesses that this money would support, businesses like this hair salon. Before she skipped town to violate her state's health guidelines, Pelosi proposed a bill. It was called the HEROES Act, which contained no additional paycheck protection funding. 那么麦克纳尼做的这个介绍呢，可能有些不懂英文的观众听不懂。实际上，麦克纳尼他就是告诉大家，Nancy Pelosi 身为众议院议长，他自己本人一再要求所有的发廊要遵守政府的规定，不准开业。任何人现在不可以到发廊里面让发廊提供他们的这种服务。而Nancy Pelosi自己带头进入发廊，并且他要求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但是他本人没有戴口罩。所以说Nancy Pelosi这种表里不一就被麦克纳尼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面滚动大屏幕播出，让所有的记者都看到了这件事。为什么麦克纳尼要这样去做呢？是因为所有左派的媒体都帮助Nancy去掩盖，没有媒体去报道。那么白宫新闻发布会来的都是记者啊，那么记者这个把他拍下来以后，显然大家就知道这个Nancy Pelosi 这件事了。所以Nancy在媒体报道以后，很多人都在问他以后，Nancy现在给自己的狡辩什么？他是被这个老板娘出卖的，是被老板娘做了一个局陷害他的，这是Nancy他现在的这个说法。所以他这种说法呢，只有他相信。这就是说，民主党有很多人啊，就跟中共当年在延安一样，他们讲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说什么要给你一个民主的中国啦，一旦共产党执政，在全国就会推行像美国这种三权分立啊，他们讲的很好听啊，所以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相信毛泽东讲的那些话。共产党这种骗人的鬼话，到他自己真正串政以后，在49以后，在中国建立政权以后，他把这些相信他的知识分子全部弄死了。所以说，谁信共产党，谁就跑步活动党，这就是左派的观点。那么什么叫左派？很多人呢对这个左派右派啊，他们呢不知道呢这个左派右派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呢，左派右派形成呢是有历史渊源的。我呢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个资料片，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因为左右两派啊，实际上它是根据历史上的一个曾经的方位来确定的。那么就是最初
左右呢只是呢指法国大革命，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那么法国呢他讨论新宪法，在讨论新宪法的时候呢，当时议会大厅里面划座位呢，就是把革命派就全部坐到左面，保守派支持皇朝的就坐在右面。那时候的革命派是激进的，大家也是支持左派最多的。你用左派观点看待政治，还是右派观点？为什么人们用左右方位来指代政治信仰？最初，左右方位只描述你坐落的位置。1789年革命后，法国国民议会就新宪法展开辩论。反皇室的革命者不同意支持君主制的保守派和贵族拥护者，他们在议会大厅划分位置，革命者在议会主持人的左边，保守派则在右边。这样的座位安排多年间断断续续，但一直坚持了下来。而到了1800年代中期，记者们为了方便，开始使用左右方位来描述政治观点。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呢，这个左右就延续下来了，也就是把那种激进的革命分子呢就称为左派，把那种持保守观念的人就称为右派。那么现在呢，在美国来讲的话，民主党就称为是左派，而共和党呢可能就偏右一点。但是左右呢不是那么完全的这个泾渭分明的，因为呢左派里面也有呢持有保守观点的人，右派里面呢也有持有呢革命激进观点的人。只是美国呢，现在这个民主党里面呢，他支持这个黑命贵，支持安提法呢，他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左派了，他完全就是共产主义，是纳粹的行为。这种纳粹共产主义的思维，最终呢会害了美国。那么川普总统能不能讲他明显是右派呢？只能讲川普总统是保守主义。所谓保守主义，川普就是要恪守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而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就是遵照基督文化的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那么川普总统他在执行他自己这个保守主义观念上面，他有没有遵守他的信仰呢？川普总统大家都知道是2016年跟希拉里两人一起竞争，然后呢担任了美国总统的。他在上任之前，他当时的竞选纲领他谈了很多，那么将近4年执政下来，他兑现了多少呢？那么 BBC 就专门对川普总统他这个4年执政下来是否兑现他当年的竞选诺言，对他一一对照，给出了一个综合的统计表。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川普总统他当年他竞选时候他承诺的事情他兑现了多少。因为 BBC 呢给他做了一个完整的总结，我们就根据 BBC 这个总结，我们一条一条来对照。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答应他如果他就任了美国总统，他一定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那么最终中国在汇率操纵国方面，川普总统呢给了部分兑现，没有完全兑现，但是兑现了一部分。这主要是中共呢他按照美国的要求呢做出了一部分调整。那不管怎么样，川普是这么去做了，这是指汇率操纵国的问题。第二个是跟中国的贸易协议问题，川普呢就一定要打破跟中国过去贸易不平衡，要跟中国谈一个贸易协议，要维护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基本平衡。那么这个大家看到中美之间已经签了贸易第1阶段协议，这个贸易第1阶段协议已经部分兑现部分履行了川普总统当年的诺言。第三个就是巴黎气候协议，巴黎气候协议已经完全兑现，因为川普总统当时竞选前他就说，他一旦当选总统以后，会立即退出损害美国利益的这个巴黎气候协议，这是第3条已经兑现了。第4个，川普总统就提出过，他一旦当选，他一定会轰炸所谓的伊斯兰国，就是 IS， 他要剿灭 IS， 这个已经完全兑现了。川普总统在他就任以后，在阿富汗的一个伊斯兰堡垒上面投下了美国军火库里面最大的一个无核炸弹，然后呢炸死了 IS 的很多官兵。最终呢，川普总统在中东地区又斩首了伊朗和中东的这些恐怖主义头子，包括巴格达迪和苏莱曼尼，也就是川普总统这一条已经完全兑现。那么对于美国国内，川普总统是答应他就任美国总统，他一定会安排减税，那么这一条他已经兑现。他本来是讲要把公司的税率从35%降到21%的，后来呢，川普总统不但是兑现，而且是多降了，从35%一下子降到了15%，就这一条川普总统已经完全兑现了。那么同时，川普总统那时候还希望他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把海外的所有的美国军队呢，能够大部分的把它撤回来。这一条呢，川普总统也部分兑现，也就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已经实现了美国驻军海外部队里面一部分已经撤回国内。这个川普总统也部分兑现，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不可能把所有美国驻在海外的军人全部撤回来的嘛，只可能是撤回来一部分。那么同时，川普那时候一再表达，他
一旦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会在美墨边境建一个墨西哥墙。那么这个墙，川普总统也兑现了，那么只是没有完全建好，这主要是国会压到他的资金没有到位，所以说呢，这个墙呢不能够完全建好。但是这个墙大家已经看到，已经建了相当一部分，这个也完全可以证明川普总统说话算话，他已经呢做到了他自己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这个愿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他曾经表态过，一定要重启美国的基础建设，这个呢也部分兑现。川普总统从联邦资金里面拨出了大量的资金，对美国各个州里面的基础建设呢给予呢重新的恢复建设，这个已经部分兑现。那么最后2条，川普总统曾经提出过，他要退出北约。他所谓退出北约，主要是德国以默克尔为首的这个北约国家，他们呢不给美国交纳经费，所以川普呢很恼火，他觉得美国没有义务在北约去保护你们，如果你们继续不交经费，美国就可以退出北约，解除北约这个组织。当然了，这件事已经搁置了。川普呢现在没有提他要退出北约，他只是要求凡是不交钱的人，川普就从你这个国家里面把军队撤出。首先教训了默克尔，现在呢从德国大量的减少驻军，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默克尔长期拖欠北约的经费，拖欠美国的经费，所以说川普就说过，美国没有义务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保护你德国，保护你默克尔，所以说你不给钱我们就撤掉。那么这一条退出北约呢就暂时搁置了。那么最后一条是起诉希拉里，当时川普总统就说，他如果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会起诉希拉里的。那么最终川普总统是没有起诉希拉里，因为民主党一直搞的呢要弹劾川普，川普呢他并没有睚眦必报，也就是目前来讲，川普总统还没有起诉希拉里。这就说 BBC 已经给川普总结了他2016年他在竞选之前他许下的所有诺言，现在一一对照以后，他绝大部分是兑现或者是部分兑现，唯一2个搁置的就是北约和希拉里的起诉，其他的基本兑现或者是全部兑现了。这就说明川普总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川普总统是共和党，共和党就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非常有契约精神。川普总统本人也是一个商人，所以说他是一个有契约精神的人。因此今年的大选大家已经看得很明白了，现在川普总统和拜登的竞争已经是白热化。拜登的25条他的竞选纲领，我今天在节目里面也告诉了大家。那么最终有投票权的所有华人，有投票权看过我这个节目的，无论你是美国人，你还是华人，还是有色人种，那么你拿好你的选票，你想投拜登，你就选择拜登提出的那个25条纲领；你投川普，你就会迎来美国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川普的口号就是制造美国再次伟大。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